OK，朋友们，隆重推荐昨天老 K 做的纪录片《您不知道的荷兰队主帅科曼》，其有趣程度甚至创了巅峰，强烈推荐您点开看一看。只是希望您支持一下，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老 K 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频道。那么今天的赛前预测，西班牙对沙特。先说结论，看好西班牙获胜，1-0、2-0。但关键的问题还是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的身体状态如何。如果西班牙早早就能进球，沙特被迫压出来之后，比分可能被拉开。还有沙特在定位球和反击方面能不能复制首轮对乌拉圭的效率。但好消息是，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已经在训练中尝试使用埃里克搭档库巴西这样的中后卫组合，并且用奥尔莫顶替了加维踢左边锋。这一点老 K 尤其赞成。欧洲杯上我一直说，奥尔莫是我认为整个西班牙踢得最好的，排第一，然后是左路的尼克威廉斯，然后是他们的中锋。世界杯首轮作为这届赛事输送国脚最多的俱乐部之一，巴萨一共有16名球员参赛，但第一个比赛日所有登场的球员普遍没有达到过去在俱乐部的水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早拿到了联赛冠军，看起来呀大家都显得活力不足，存在感很弱。但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出巴萨主教练弗里克是真厉害呀，整支队伍也就亚马尔和佩德里确实是超一流的水平，其他都一般，这更说明了捏合在一起的巴萨球员是体系更好。那么巴塞罗那球员表现不好，亚马尔又有伤，这一届西班牙又没有皇马球员入选，所以目前看西班牙还真是大意不得。另外说个冷知识，26年西班牙足协年度预算大概是 4.03 亿欧元，而今天对阵的沙特足协的预算规模也已经逼近了4亿欧元大关。而这个小组乌拉圭就显得寒酸了，预算只有西班牙的1/10。至于灰姑娘佛得角没有具体数字，但估计也就几百万美元，而且这笔资金还主要来源自国际足联的前进计划，这是主席因凡蒂诺10年前上任后推出的核心项目。通过这个计划，国际足联承诺向佛得角要提供580万美元的支持，其中250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接近100万美元的国家队专项补贴以及其他的青训项目。但这一次参加世界杯，仅凭已经获得的参赛资格，佛得角足协起码能拿到1250万美元的保底收入。所以西班牙对足协不仅是竞技层面，同时也是足球经济层面的一个对比。好，值得一提是沙特目前的绝对旗帜和精神支柱，34岁的多萨里队长，他现在正处于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过去他在世界杯对阵阿根廷、埃及，在对强队的时候经常以世界波一战成名，他的进球含金量极高。22年卡塔尔世界杯面对阿根廷大马丁内斯，打进了一记技惊四座的死角抽射，终结了阿根廷不败神话，而且22年阿根廷后来还是世界杯冠军啊。而更早的2018年对阵埃及的时候，也打进过制胜的挑射绝杀。可这一次他在首轮表现失常，近期国家队表现也备受指责，许多球迷批评他踢得太软，对抗极差，全场仅有一次没有威胁的射门。许多沙特媒体都公开要求主教练应该把他撤出首发。但就在这个时候，更衣室内部传出了令人揪心的谣言，有非官方的网站爆料说，多萨里首轮表现如此失常，是因为他的妻子目前正在 ICU 重症监护室中抢救，他是在极度煎熬的家庭精神的压力下登场比赛。现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换人的声浪，多萨里倒是已经表态，他在自己 TikTok 上面连续发布了自己过去2届世界杯面对埃及、面对阿根廷、面对墨西哥的进球集锦。多萨里公开表态，我们来到这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下一场比赛我们将纠正错误，全力夺回属于我们的3分。现在多萨里在世界杯历史进球数上3个球，已经和沙特传奇贾巴尔并列队史第一。只要他能轰入历史性的第4球，就能成为沙特足球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英雄人物。多萨里老 K 很熟呀，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前，他被利雅得新月租借到了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劲旅比利亚雷亚尔去锻炼，但出场机会不多。但我记得在对皇马的西甲收官战，他作为替补出场，当时还兴奋地和皇马老门将卡西利亚斯交换了球衣。那整整8年前，他还只有26岁。他在沙特的外号，球迷喜欢叫他龙卷风。过去踢边锋也是充满了灵性，而且喜欢内切。而现在年轻球员一代，沙特最值得注意的是23岁的前腰朱维尔。本赛季的沙特超级联赛，他已经大放异彩。他的主教练是过去我们很熟悉在英超执教的名帅罗杰斯。
罗杰斯也曾经执教过利物浦。朱维尔这个赛季是6个进球11个助攻，是沙特本土最佳球员。这个孩子在沙特也算是名门之后，他的家族叫奥泰巴，是利雅得一个很庞大而且很显赫的部落家族。不过每一个球员成长的背后都有过过去心酸的泪水。18岁，当时他刚刚出道，在一场重要比赛犯下了致命的失误，直接导致球队输球。当时一个人就在草坪上哭成了泪人。那个时候新乐队的许多老大哥都过去安慰他。这一段泪水的成人礼也是沙特足坛的一段佳话。现在小孩子已经长大，18岁到了23岁，他是目前沙特足坛最大的希望。在技术方面具备一种古典前腰的灵性。朱维尔的 Instagram 上面有一句非常硬气的座右铭，叫 Pressure makes diamonds， 压力造就钻石。所以每个青训小将的成长都是早年承受着漫天舆论的压力，可现在已经站在了世界杯最高压的舞台上。在不久之前，西班牙最著名的马卡报还有一篇长文，头条专门就研究朱维尔，专家们都将他列为沙特队内最大的威胁。咱们在比赛中可以注意他的无球跑动，还有敏锐的直塞。沙特如果想要爆冷，他就是关键的一把钥匙。沙特还有26岁的右后卫阿卜杜勒哈米德，他去过法甲，也去过意甲踢球。24年夏天加盟了罗马俱乐部，但是在罗马出场机会极少。但这个球员韧性很强，他拒绝了国内俱乐部高薪回流的诱惑，直接在25年租借又加盟了法甲的朗斯队。在朗斯，由于主力的右后卫阿基拉尔受伤，所以阿卜杜勒哈米德成功逆袭，单赛季出场了25次，还有3个进球8个助攻。在他的助力下，朗斯队夺得了法甲亚军，所以刚刚正式宣布买断这位沙特的边路铁闸。他是沙特足球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留洋的先锋。如果想要对抗西班牙的边路尖刀尼科威廉斯，阿卜杜勒哈米德是唯一一位具备欧洲化的高强度对抗经验的球员。但这里有个冷知识，上个月他刚刚遭遇了一次惊险的意外，当时带着家人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办婚礼并且度假，可就在大喜当天，私家车竟然被当地的毛贼给砸了，车内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这其中还包括了最重要的前往国家队报到需要的个人护照。由于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沙特足协和沙特体育部急得呀，火速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联合了沙特驻荷兰大使馆进行跨国紧急加急协调。最终短短几天，大使馆就给他补办好了紧急的旅行证件。所以就是这样，在新婚之际啊，顶着巨大的压力，狼狈的压哨飞到了美国的国家队训练营。所以荷兰老 K 也去过，我倒觉得治安蛮好的，可能是因为这帮要举办婚礼的人人一个白头巾，那不偷你偷谁呀？还有这位边后卫，场上作风极为凶悍，但场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达人。现在中东顶级的美妆巨头 Faces Beauty Middle East 已经正式宣布，阿卜杜勒哈米德是他们的官方代言人、形象大使，所以这也打破了沙特传统的球员刻板保守的形象。他经常登上时尚杂志，是沙特足坛当之无愧的潮流风向标，而且性格极为开朗，充满活力。连朗斯队的体育总监让·路易斯·莱卡都公开赞赏啊，这个球员拥有充满阳光的性格。所以他在海外，在欧洲既不孤僻，也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不适应。他是经常在 Snapchat 还有 Ins 上面分享自己的沙特传统的长袍的穿搭，还有冷幽默的自拍，还引得他那些欧洲的队友们经常在评论区围观互动。总之，这是个极为有趣的人。那么西班牙队的球员都是如雷贯耳，多的老 K 也不介绍了，就专门说一说我最喜欢的奥尔默啊，当然指的2年前欧洲杯那个奥尔默。很多人都不知道，奥尔默最大的爱好是国际象棋啊，老 K 儿子也特别喜欢国际象棋。奥尔默还在莱比锡的时候，就经常和格瓦迪奥尔隔空对弈。是的，就是曼城那个格瓦迪奥尔，他们在莱比锡队做过队友。直到23年格瓦迪奥尔转会离队，奥尔默下棋啊，他觉得棋盘上的博弈和绿茵场上观察空间、提前规划传球路线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是他最重要的解压和思维训练的方式。另外，在西班牙足坛，奥尔默是最早的反向留洋的先驱。什么叫反向留洋呢？因为西班牙甲级联赛是全世界天才留洋的目标嘛。但16岁的奥尔默竟然做出了一个震惊拉玛西亚的决定，他直接前往了克罗地亚，加盟了萨格勒布迪纳摩。也正是这一段独特的经历，点满了他的语言技能包。
鲜为人知的是呀，奥尔默聪明到能够流利地使用5门语言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德语和英语。德语就是在莱比锡的时期学习的，而他的克罗地亚语流利到甚至可以在当地上电视节目，经常让克罗地亚人惊叹。所以您就能理解他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是克罗地亚第一铁闸格瓦迪奥尔了。还有这个球员很善良，他每年会主动捐出自己年薪的1%，用在全球的足球公益项目。他也是国际慈善组织 Come and Go 长期忠实的成员。不过他又低调又成熟，这种性格深受业界的赞赏。当年奥尔默2014年离开巴塞罗那拉玛西亚的时候，当时巴萨的一线队正值巅峰，前场 MSN 组合，中后场也是人才济济。所以16岁的奥尔默从少年队向青年队，正处在过渡的关键节点。他在拉玛西亚没有感受到管理层对他职业生涯的信任，所以果断地选择了出走。而当时包括曼联、曼城多家英超顶级豪门都盯上了他，想给他高薪，但没想到奥尔默竟然拒绝了金钱。他是异常的清醒，就是纯粹的要追求出场的时间。所以如果去英超，不过是从一个豪门的青年队跳到另一个豪门的青年队。也就是因为这样，克罗地亚的豪门萨格拉布迪纳摩当时的青训主管罗密欧约扎克亲自出马，也不谈空洞的支票，直接给16岁的奥尔默提供了一份直通一线队，直接踢欧战，以他为核心来建队。这样的竞技规划对他来说完全无法抗拒。但是奥尔默的父亲米克尔·奥尔默本身也是一个西班牙本土教练，而由于克罗地亚联赛在欧洲主流足球版图的边缘，所有人听说之后都觉得他父亲疯了。父亲米克尔后来回忆道，周围所有的人把我骂的是体无完肤说我这个当爹的为了蝇头小利，正在亲手毁掉我儿子的足球生涯。但就是这样的父亲顶住了谩骂，陪着儿子远走东欧。后来仅用了1年左右时间，就在克罗地亚完成了一线队首秀。奥尔默还早早的就踢上了欧冠联赛，跳过青年队，直接适应了高强度的成人身体对抗。当时2018年，克罗地亚国家队主教练达里奇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想说服奥尔默加入克罗地亚国籍，直接就带他去踢俄罗斯世界杯但这个时候奥尔默又显示了自己另外一面，他坚定地抵制了诱惑，委婉地拒绝了好意。他说，我的梦想始终是身穿西班牙斗牛士的战袍，所以没有能参加2018年世界杯，一直到了24年的欧洲杯，他终于拿到了那一次大赛的金靴奖。除了进球数多之外，老 K 24年看他踢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妖气十足坦白讲，这2年到了巴塞罗那还不那么显眼。所以这一场开始，如果重用奥尔默，我觉得极有可能是西班牙一个战略的转折点。平时联赛老 K 喜欢吹佩德里，但是在国家队，我觉得奥尔默只要踢好了，作用甚至比亚马尔还要大。好，那么这一场对西班牙队来说也是生死之战。如果再赢不了，西班牙足协对主帅德拉夫恩特的去留会展开评估。而更具戏剧性的是，这场决定他命运的比赛6月21日正好是主教练65岁的生日，所以媒体已经纷纷调侃德拉夫恩特究竟是能在亚特兰大和他所有的球员们一起举杯庆祝生日和胜利呢，还是在生日夜就收到西班牙足协的解雇通知书。现在他的4-3-3体系因为缺乏纵向的爆破点，被大家批评为全是无效的控球，所以西班牙队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了。他们的问题不是控球，只是如何将控球转化为禁区内高质量的机会。第一场比赛明显球员们阅读比赛不够快，而沙特肯定会依靠他们低位防守和快速的一脚出球打反击。如果比分长时间维持在0-0，沙特队就会越来越有底气，而西班牙会越来越急。所以西班牙队要避免被沙特的阵型压成只能横向的倒脚。但老 K 个人觉得，在西班牙的战术多样性、战术移动的弹性，特别是在奥尔默面前，沙特的防线极有可能在60分钟以后随着体能的下滑出现崩溃，而西班牙中锋奥亚萨瓦尔必须找回2年前的好状态。我感觉德拉夫恩特有极大的概率在自己的生日夜能够拿到这救命的3分。问题的关键就在西班牙队到底多少分钟进球。多说一句，如果这场再赢不了，那土耳其一个，西班牙一个，巨大的期望突然变成极大的失望，谁能受得了？好，比利时对伊朗，先说结论，老 K 倾向于比利时略占优势，但这一场有可能打平。比分我仍然猜1-0、2-1，比利时取胜，关键就看他们会不会持续的慢热，1-1也有现实的可能。
现在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的头号球星多库，他很可能将在7月返回伦敦陪产，而到时候比利时队可能正在淘汰赛。多库的妻子希林·雷蒙德正怀有身孕，预产期恰好就在淘汰赛阶段。现在多库已经表达了强烈的要请假的意愿，但这种有人情味的表态在法国电视3台节目中引发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激烈的辩论。女主持人弗朗斯·皮埃隆公开地指责多库的想法极其幼稚。她说：“世界杯啊，这是每个踢球孩子毕生的梦想，你居然要为了见证孩子的出生而放弃这一切，这是一个恶心的时刻，而且父亲在其中根本毫无用处。”但他这一番带有个人色彩的言论立刻激怒了同台的嘉宾，前奥运会拳击冠军布拉西姆·阿斯鲁姆。他站出来斥责皮埃隆太冷血了。他说：“怎么能说父亲毫无用处呢？谁去给妻子鼓励？在最纯粹的情感的冲动下，这会赋予我无穷的力量。我会跑得比平时快3倍，我甚至会立刻坐上飞机，在里面激动地做俯卧撑。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你的整个人生。这是你妻子生命中最重要、最艰难也是最感性的时刻。她在那一刻唯一想要拥有的就是她的男人。这个时刻是不可复制的，一旦你错过了，你就永远无法弥补。”所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仅是比利时，这法国人还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多库的情绪高度紧绷，比利时的足协医疗官甚至已经私下和他妻子的妇产医生取得了联系。据说比利时现在已经常备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马上就要飞往大西洋的往返。但是这种场外因素这一来一回，无疑将非常考验比利时多库的赛场专注度。那么第二位，老 K 着重说一下卢卡库。虽然已是老将，本赛季表现也不好，但大中锋在世界杯仍然可能是最有作用的。卢卡库小时候穷到没钱吃早餐，喝牛奶都得先兑水，所以为了感受他的感受，咱们就看一下卢卡库一封亲笔信。他写道：“我还记得我们家穷得几乎身无分文时候的具体情况，我仍然能记得我母亲在冰箱旁的样子和她当时的表情。我当时只有6岁，在每天上学的中午，我都会回到家吃午饭。每一天我妈妈都会准备相同的菜谱，面包和牛奶。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这究竟是为什么。现在我猜，那大概是当时我们家唯一能够负担的了。就在那一天，当我回到家走到厨房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如往常一样在冰箱旁拿着一盒牛奶，但这一次她好像把什么东西也混了进去。她把盒子用力地晃了晃，我并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情况。随后她把午饭交给了我，然后同样是一副微笑的表情，装作一切都很好的样子。但我立刻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她把水混到了牛奶里。在家里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我们一整周的生活了，我们穷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不仅仅是穷，而是身无分文。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但他当时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钱却已经都不在了。家里第一个消失的事情就是有线电视，不再能看足球了，不再能看 BBC 的比赛日的节目了，因为信号被掐断了。不久之后，当我在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灯也再也不亮了。曾经有2-3周我们根本就没有电，而当我想要去洗澡的时候，我发现也不再有热水了。妈妈会在炉子上烧好一壶热水，之后我站在淋浴头下面，她用一个杯子从我的头上浇温水。甚至有那么几次，我妈妈要向街上的面包店去借面包，面包师认识我的弟弟，因此他们允许我妈妈周一拿走1条面包，在周五再把钱还上。当时我知道我的家正在苦苦的挣扎。当妈妈把水混到牛奶里的时候，我感觉一切都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就是当时我们的生活。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不想给妈妈什么压力，我只是静静地吃着自己的午饭。但在那一天，我默默地对自己许下了一个诺言，我向上帝发了誓，那就像是有人打了个响指把我惊醒了一样。我很清楚我必须要做到什么，我的下一步要如何做。我真的不能看到母亲这样的生活，我根本忍受不了那样的感觉。在足坛，人们总喜欢谈论我的精神属性。好吧，我想说我会是你们所见过的意志力最强大的球员，因为我记得和弟弟和妈妈在黑暗中祈祷、思考，并且相信未来的我会变得更加强大。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信守对自己的诺言。
但在那之后，有些日子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妈妈正在哭泣。于是终于有一天，我跟她说：妈妈，一切都会变好的，你会看到改变的。我会去安德莱赫特踢球，很快就会有变化了，我们就会变得很好，你就不用再忧心忡忡了。而那一年，我当时只有6岁。我问我的父亲：你踢职业足球是在什么时候？他跟我说16岁。我说好，那就等到我16岁的时候。有些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我每一场参加的比赛都像是一场决赛，在公园的比赛是这样，在幼儿园休息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我就是有着那么一股较着真儿的认真劲。那时候我的美角社们都恨不得把球皮踢下来，全都是大力轰门。那时候我们可没有什么在手柄上摁加速键的机会，也不会各种巧射。我没有新的非法游戏，也没有 PS 游戏机。在踢球的时候，我可不只是玩玩而已，我可是视死如归的一般，我要想杀了你。当我开始长高的时候，有些老师和家长就向我发难了。我绝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一个成年人对我说：嘿，你多大了？你是哪年出生的？而我通常都是一副什么？你是认真的吗？这样的表情。11岁的时候，我在皇家里尔斯体育的青年队踢球，其他球队的一位球员家长甚至试图阻止我上场比赛。他好像在说：这孩子多大了？他的身份证在哪儿？他是哪儿的人？当时我想，我是哪里的人？什么意思？我出生在安特卫普，我是比利时人。我爸爸当时不在场，因为他没有车，没办法去看我的客场比赛。我当时一直都是一个人，只能孤零零地为自己辩护。我跑着从我的包里拿出身份证，然后给所有的家长们看，他们传阅着纷纷检查。我现在都记得那种热血涌向全身的感觉。我想，现在我更要杀了你儿子了，我已经准备要杀了他了。现在我要彻底摧毁他，我要让你在开车带着孩子回家的时候听到的全是哭声。我想要成为比利时历史上的最佳球员，那就是我当时的目标，不是优秀，也不是伟大，而是最佳。我当时是带着无限怒火踢球的，这源于很多原因。因为我们的公寓里飞奔着的老鼠，因为我没有办法看欧冠联赛的比赛，也因为别的家长看待我的方式。我肩负着使命。当我12岁的时候，我在34场比赛中打进了76粒进球，这些球全都是穿着我爸爸的球鞋踢进去的。当我们的鞋码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共用球鞋了。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我外公，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也是我与刚果那边能够联系到的亲人，而刚果正是我父母的祖籍。那天我打电话给外公说，我踢得很不错，我进了76个球，我们赢得了联赛冠军，还有一些大球队已经注意到我了。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很想知道我在足球方面的情况，但这一次情况有些奇怪。他说，罗梅乌真不错，但你能帮我个忙吗？我说，当然，怎么了？他说，能请你帮我照顾好我女儿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种困惑的感觉。我在想，外公到底怎么了？我说，妈妈嘛，我们很不错，生活状况还好。他说，不，答应我，你能答应我吗？照顾好我女儿，为了我，照顾好我女儿，可以吗？我说，好的，外公，我会的，我答应你。5天之后他就去世了。之后我理解了他那番话真正的含义。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都会很伤心，因为我真希望他能够再多活4年，好好看看我后来在安德莱赫特踢球的样子，也看看我信守的承诺。我真想让他看到一切都会变得很好。我告诉母亲，自己会在16岁的时候完成自己的诺言，而我在晚了11天之后做到了。2009年5月24日，那是安德莱赫特对阵标准烈日的比甲联赛附加赛的日子，那也是我生命中最疯狂的一天。不过我得花点时间说说之前的情况，因为在赛季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在安德莱赫特的 U19 青年队踢球，而教练也总是让我替补出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自然会想，如果我还在 U19 青年队坐板凳的话，我怎么可能在16岁生日的时候签下一份职业球员合同呢？所以我和教练打了个赌，我跟他说，我向你保证，如果你让我上场，到12月的时候我会打进25个球。他大笑着，是那种嘲笑式的大笑。他说，好，但如果到了12月你还不能打进25个球，那就乖乖坐板凳吧。我说，没问题，
但如果我赢了，你就去清理球员们每天前往训练场时坐的乘用车。他说好，就这么说定了。我说还有件事，你得每天为我们做些松饼。他说好，没问题。这肯定是他做过的最愚蠢的赌注。到了11月我就进了25个球，我们在圣诞节前就吃到了松饼，这绝对是个教训，你可不能派着一个饿着肚子的球员登场比赛呀。我在5月13日，也就是我生日的那天，和安德莱赫特签下了职业球员合同。走出俱乐部大门之后，我就急匆匆去买了全新的非法游戏主机和电视。当时已经是赛季末了，回到家的时候，我其实感觉有些无所事事。不过那个赛季的比利时联赛非常疯狂，在赛季结束的时候，标准烈日和安德莱赫特的积分相同，因此当时两个队必须通过2回合的附加赛来决定联赛冠军的归属。第1回合的比赛进行的时候，我在家就像一个普通球迷一样看着电视。然而就在第2回合开始前的那天，我接到了预备队教练的电话。我说你好，罗梅，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我准备去公园踢球啊。别，快整理好你的行李，现在就去。啊，什么？要我做什么吗？不，你得现在赶快到球场来，一线队现在需要你。什么？需要我？对，就是你，现在快点，赶快来。我全力冲刺向我爸爸的房间，然后说，嘿，快点起来，我们要走了。而他的反应则是，什么？去哪儿？我说，安德莱赫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出现在球场的感觉，完全可以说我是跑进更衣室的。而装备管理员对我说，你想要哪个号码？我说，给我10号。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岁数真的太小了，真的是毫无畏惧。他说，青训球员们的号码必须在30号以上。我说，好的，3+6等于9，这个号码不错，那就给我36号吧。那天晚上，一线队的队友在晚餐时为了我唱了一首歌，我都不记得我到底让他们唱了什么，我整个人简直晕了。第2天早上，我朋友如往常一样敲了我家的房门，看看我想不想跟他一起踢球。而我妈妈说，卢卡库出去踢球了。朋友问，去哪儿踢球了？妈妈说，去决赛。我们坐着大巴前往球场，每个球员都是一身酷的装备，除了我。走下大巴的时候，只有我穿着糟糕的训练服，而所有的电视镜头都拍到了我的脸。大巴车到更衣室的路差不多有300米，大概3分钟就能走到。我刚刚走进更衣室，手机便响了起来。每个人都在电视看到了我，3分钟的时间，我就收到了25条短信。我的朋友们简直疯了，哥们儿，你要踢这场比赛啊？罗梅，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出现在电视里？而我只是给最好的朋友回了一条短信，我说，哥们儿，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上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不过在电视里好好关注比赛吧。在比赛的第63分钟，教练将我替换上场。在我16岁零11天的时候，我为安德莱赫特完成了一线队首秀。但那一天我们输掉了比赛，可我整个人的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我很好的完成了对母亲对外公的承诺，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之后的1个赛季，我一边完成着高中最后1年的学业，一边踢着欧罗巴联赛。当时我总要带着个大包裹上学，以便在下午能够赶上航班。那个赛季我们在联赛中以巨大的优势夺冠，我在年度非洲裔球员的奖项中排名第2，一切都很疯狂。实际上我真的很期待发生的一切，但也许没有想到会那么快。突然间媒体就将我围绕了，并且将所有的期待都放在我身上，国家队更是如此。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时我就是没有办法在比利时国家队踢好比赛，没有拿出最好的表现。但是要知道我当时才17、18、19岁，在我情况不错的时候，报纸上叫我罗梅罗·卢卡库，比利时的前锋。可在我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们叫我罗梅罗·卢卡库，刚果毅的比利时前锋。如果你不喜欢我踢球的方式，那无所谓。但我可是出生在比利时，我在这儿出生，我在安特卫普，在利雅斯和布鲁塞尔长大。我一直梦想着为安德莱赫特效力，我也渴望成为像孔帕尼那样的球员。我可以讲法语，讲荷兰语，也能说些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甚至一种刚果西部的语言林加拉语。但我是一个比利时人，而我们都是比利时人，这正是这个国家的魅力所在，不是吗？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内的一些人想要看到我失败的样子，我真的不明白。当我在切尔西无法上场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嘲笑我。同样，当我被租借到西布朗的时候，他们也在嘲笑我。但这很酷。
那些人没有在我成长的路上伴我同行。如果是他们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好好关注我，那他们也绝对不会理解我。你知道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错过了10年的欧冠联赛的转播，原因只是家里没有钱看电视。在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在讨论着决赛，我却摸不着头脑。我记得02年的时候，在皇马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后，每个人都在说那个天外飞仙，天啊天外飞仙，而我只能假装知道他们的话题。在2周之后的计算机课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网上下载了比赛视频，我才看到了齐达内的那记左脚的惊艳的一射。那个夏天，我跑到了这个朋友家，见证了罗纳尔多在世界杯决赛的现象级的表现。而对我来说，那届赛事其他比赛的故事，我都是听着学校中的孩子们的讲述才了解到的。哈哈，我还记得02年的时候，我的球鞋上出了一个洞，真是个巨大的洞。而12年之后，我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而我的弟弟也参加了国家队。当我们俩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甚至没办法看到 BBC 比赛日里的亨利，但后来我们每天都在国家队接受亨利的指导。亨利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比我看过更多比赛的人。我们会讨论许多事，比如我们会找个时间坐下来，然后聊聊德乙联赛的事。我会问他，迪埃里·亨利，你看过杜塞尔多夫的人员配置吗？他说，别犯傻了，我当然知道。哇，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了。但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我的外公能够见证这一切。我说的不是英超联赛，不是曼联，不是欧冠，也不是世界杯，那都不是我想要传达的。我只是希望外公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真希望能再给他打一通电话，让他知道，你看到了吗？我跟你讲，你女儿的生活很好，公寓里不再有老鼠了，大家也不再会睡到地板上了，也不再有生活上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很好，真的很好。他们也再也不会查我的身份证了，他们全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哈，所以这就是老 K 做老 K 足球新闻的目的。每个足球运动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各自的缺点，就像我们每个普通人也都有自己的缺点。但在对待足球，对待自己的事业，也许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但每个人都肯定曾经非常用心的踢球，甚至燃烧尽自己生命的所有能量，最后的一滴能量。因为足球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皮球，它还承载着无数男孩女孩的梦想，而那个梦想具象化的表现就是在世界杯夺冠。所以作为比利时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本赛季遭受了各种摧残，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整个赛季在俱乐部几乎就没有踢比赛，毫无竞技的节奏和状态。而更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刚刚在世界杯前撒手人寰，这头锋线的野兽卢卡库现在正处于长期的精神抑郁。33岁的他过去向来以笑容开朗而闻名，所以即使到了现在这一步，比利时主教练加西亚从来没有考虑过将他排除在大名单之外，因为他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技术上的能力。所以首战比利时对埃及，在0-1落后的情况下，卢卡库下半场第25分钟登场，仅仅20秒，他就接到了穆尼耶的右路传中，迫使对方后卫自摆乌龙。劳内早就说过，卢卡库的天赋足以让他在短短几分钟内改变比赛的走势。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卢卡库还远远没有达到首发的身体状态。但这个33岁的锋线老将和他34岁最好的朋友德布劳内，还有37岁的队友蓬蓬头维特塞尔，34岁的后防老将莫尼耶，以及33岁中场悍将瓦纳肯，34岁的门神库尔图瓦。我希望比利时队这黄金一代最后的荣光这次能走得更远。而战术对位方面，现在比利时的问题是需要将德布劳内的组织、多库的边路突破，还有禁区内的支点连接起来。上一场比赛，埃及用紧凑的防守限制了比利时的边路，德布劳内虽然有打中门柱的机会，但整支球队直到卢卡库上场才开始真正制造混乱。而主教练加西亚很可能在中场做文章。由于奥纳纳首轮比赛受到了批评，拉斯金很可能会带来抢断、压迫和活力。而老将瓦纳肯是另一种选择，他可以增加传球和得分能力，但也会牺牲纯防守型的中场。至于伊朗队的关键是他们低位防守以后能不能快速打到塔雷米、莫赫比和雷扎伊安这一侧。他们首轮已经展现自己落后的时候打反击和追分的能力。而比利时在莫尼耶和德屈佩尔身后的边路和中后卫之间，这个内部区域就是伊朗反击最想打的空间。这场赔率市场方面依然将比利时视作绝对优势方。
在衍生盘口方面，市场对总进球数的预测存在分歧。比利时队预选赛攻击力非常恐怖，8场比赛打入29个球，场均进球数高达 3.6 个。但他们年轻中后卫临时拼凑的防线，在首轮面对埃及的快速反击就已经显得摇摇欲坠。而同时，伊朗虽然防守端面对新西兰丢掉了2个球，但前场的反击效率极高，老将雷扎伊安和塔雷米的连线有极强的冲击力，所以大球 2.5 个球的赔率目前维持在 1.83 左右，这被市场普遍视作是高概率事件。另外，双方都有进球的赔率在 2.1， 也就是11赔10。外界高度怀疑比利时能不能在这场高压对决中保持零封，所以专家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盘口是比利时独赢，再加上双方都有进球，这个赔率高达 3.5， 也就是5赔2。市场预期这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对攻战。OK， 新西兰对埃及，比分最可能0-2或者新西兰0-1。这场对埃及来说，最重要是主教练现在强调，千万不要吃无谓的黄牌，不要去抗议裁判，也不要和对手冲突，力求付出最小的代价拿到3分。而新西兰的比赛我们都看到了，队长克里斯伍德的作用太大。要知道去年12月他才刚刚做了左膝手术，首轮他2次助攻贾斯特破门。对于埃及的防线来说，克里斯伍德的背身头球2点球是新西兰最直接的破局方式。克里斯伍德在现代足球体现了自己传统的那种支点作用，他这样大范围的和对方的防守肉搏还有高空争顶，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非常有看点。但遗憾的是2020年克里斯伍德和曾经同甘共苦的前女友林内特分道扬镳。虽然之前一度谈婚论嫁，但两人现在没有在社交平台发布任何消息，只是删除了彼此在社交网络中的合影，默默地宣告了分手。他俩的爱情故事在英伦半岛和新西兰都广为流传。林内特曾经先后效力于雷丁队、利物浦队等女足豪门，而两人在2018年接受深度专访的时候，都坦诚地分享过，男女足球运动员作为情侣，在协调高强度的训练、协调高压的赛程、协调各种家庭琐事当中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是大洋洲足球界的金童玉女。21年，林内特已经退役，成为了职业体育的经纪人。伍德曾经坦言，在家里面我只能是第2好的前锋，因为林内特过去还当过利物浦女足的队长，还有伍德的姐姐也曾经是新西兰的女足国脚，正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女友，目睹了姐姐为足球梦想做出的巨大牺牲。那么身兼新西兰球员工会董事的伍德，在2018年主导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新西兰国家队实现了男女足的同工同酬，奖金、肖像权和差旅条件完全平等。所以不仅是锋霸，不仅是英雄，还愿意为女性发声。24年，伍德已经跟艾玛洛夫尔完婚，去年4月迎来了他们的女儿卡米尔。过去，伍德和英格兰的女足前职业运动员克斯蒂林内特曾经谈过恋爱，虽然早已分手，但他们过去是大洋洲足球界的金童玉女，所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随风。好，新西兰还必须要注意25岁右边锋贾斯特。这场比赛的战术对位，克里斯伍德对上埃及的中卫组合，这是新西兰进攻体系的生命线所在。伍德不需要在中路进行高频率的无效穿插，只需要通过他强壮的身体，在防线的内部区域充当支点，在空中争顶制造第2落点，然后贾斯特内切制造威胁。而埃及这边，萨拉赫和马尔穆什对上了卡卡切和苏曼。卡卡切在英冠赛场对抗能力极为出色，但如果他大举的前压，身后的空当就会被埃及的中场长传精准的捕捉到。在埃及队由守转攻的阶段，萨拉赫在右路，马尔穆什在左路，高速的直插，新西兰2名年轻的中后卫将面临直接的致命打击。所以虽然新西兰在第1场平局中展现出少有的侵略性和流畅的战术，可是面对战术纪律极好、防守反击效率极高的埃及队，硬实力的差距太大，特别是他们缺少了中场的灵魂球员加贝特，在中场的控球和洗球质量很难抵挡埃及队的绞杀。好的，乌拉圭对佛得角，先说结论，老 K 看好乌拉圭胜，最可能的比分1-0或者2-0，这因为双方纸面的实力差距太大，个人能力和中场的厚度明显乌拉圭更高。而佛得角最大的看点仍然是他们40岁一战成名的门神沃奇尼亚，他在对西班牙一战封神，但现在合同到期，正处于没有俱乐部接纳的失业状态。前面老 K 专题介绍过他，而首轮比赛过后，因为他的母亲无法承担美国高达 1.5 万美元的签证保证金而缺席现场，
当时沃奇尼亚流下了酸楚的眼泪，但好消息是，现在由于美国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里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的破格外交干预，美国国务院在48个小时内免除了全部费用，还加急签发了特殊签证。周五晚上，40岁的沃奇尼亚已经在迈阿密国际机场接机大厅，已经抱住了他满头白发的母亲阿娜。母亲的到来让佛得角国内的关注度达到了沸点，所以这场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也是在母亲见证下40岁的沃奇尼亚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但是对面的乌拉圭主教练是疯子贝尔萨，双方的战术对位最重要就是右路卡诺比奥对上了有黄牌在身的卡布拉尔。近期贝尔萨在封闭训练做出了坚决的改动，让爆发力极强、拼抢极为凶狠的卡诺比奥首发右边锋，再由瓦雷拉在他身后提供套边的压上，在这一侧将发起饱和攻击，直接对准佛得角的左后卫卡布拉尔。由于卡布拉尔在对阵西班牙的时候已经早早领到黄牌，所以这一场他的防守动作也投鼠忌器。那么乌拉圭对卡诺比奥在底线附近的1对1强突和内切，很可能是乌拉圭打破防守的突破口。另外，为了应对佛得角现在中路密不透风的防守，贝尔萨也准备摒弃单调的边路起球，准备重用技术极好的德拉克努兹和巴尔韦德，在中路打出一些小范围的撞墙配合，主要想通过德拉克努兹的持球吸引，将佛得角的单后腰皮纳勾出来，这样能够为巴尔韦德在禁区外弧顶处的远射制造空间。而如果佛得角极力的压缩禁区深度，那么外围的远射和2点球将成为乌拉圭的胜负手。而贝尔萨也可能会利用萨纳夫里亚和马克西阿劳霍这2个人，如果进入主力，那么预计乌拉圭会更频繁的攻击左路和左侧的肋部。马克西阿劳霍可以内收，萨纳夫里亚套上，这样就能制造传中、倒三角传球和2点球。还有，如果达尔文替补，那乌拉圭的锋线可能少一些正面冲击和禁区内的硬解能力，更多就会依靠像卡诺比奥、马克西还有比尼亚斯的移动能力。而如果达尔文首发，乌拉圭会继续尝试用冲刺和身体优势碾压对面的中后卫。所以贝尔萨正在调整他们的进攻结构，这个战术疯子的大脑里面各种各样的解法，就看他怎么做选择了。好，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热推、分享。老 K 的节目有这么多人的支持，真心非常感动。所以让我们明天再见，谢谢。